俯瞰齐鲁，在山东半岛腹地有一方明显的隆起，它历经亿万年的沧海桑田，被赋予了不凡的意义。26亿年前的造山运动，孕育出了雄壮的太夷山脉，挺起了华夏文明的脊梁。夷山位于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境内，海拔1032米，是中国古代东海向内陆延伸的第一座高山，有“大海东来第一山”之称。它见证着中华民族浩瀚绚丽的文明华章，镌刻着齐鲁儿女追求美好生活的鲜活印记。让我们展开绮丽壮阔的夷山画卷，一起探究这方千百年来令人向往敬畏的神圣之地。集中华文明于大成的北京城，仿佛一部灿若星河的史书。那些穿越时空保留下来的历史古迹，昭示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。位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的地坛公园，曾是明清两朝帝王祭祀皇帝祈神、祈福国运的重要场所。地坛正堂之中，东镇夷山之神的牌位赫然在列。关于镇山的记载，最早可见于《周礼》，他首先提出了九州镇山以及5岳4镇的概念。郑玄对九州镇山之镇的解释为：镇名山，安地德者也。正是因为镇山所蕴含的安抚一方的特殊含义，才使得古代以山为国镇的出现。镇山本身所蕴含的深远政治寓意，也使其与国家政权、国运紧密捆绑到了一起。这个5镇啊，实际上就是这个5个地方的，相当于镇守也好，叫安抚也好，实际上就是这个5个代表地方。这个在周代的时候这个一个片儿就一个老大，是吧？你说在黄河中游地区就叫河伯，在西部地区也叫西伯，像周文王就是当年的西伯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这个东镇，实际上就是东方有代表性的一个大山，作为一个具体的方位，相当于安抚这一方。所以呢，就是5镇实际上安抚5方，东镇实际上是安抚东方。中国的天文书是以星辰为文，地理书是以山水为理。星宿对于古人来说充满着神秘的色彩，满天星辰给他们布下了无数道的命题。也就是从接纳和穷究这些星辰的那一刻，他们把中华大地和4路星宿一一对应。其中东路的东宫苍龙所属7宿是角、亢、氐、房、辛、尾、齐。夷山所处的地区位于正东的首位，角。现在泰山的区域对应为亢。岳镇系统确立以后，为什么原来9州各有镇山是9个镇山，后来突出5岳，后来又突出来这个5镇，这样就有10个了。它和易学里头有一个密切关联，就是河图数。周易这个系辞传里头讲天地之数10，由1到10。这个图呢，在后来就发展成一种河图，河图就配应着，就是这10个数配应着5方。东方是38属木，北方这个16属水，南方27属火，西方49属金，50属土居中央。以外4方也都是有2个，中央也是2个，所以这样就出现了东方既有镇山
这个宜山，也有东岳泰山。为什么会有2个呢？这就是古人讲有生有成，有生数有成数，生数和成数配合起来，才真正实现事物这样一个生成。早在洪荒蒙昧的新石器时代，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异常渺小。大自然的未知和神秘，也造就了对山川河流的崇拜。在无限的想象空间里，人们逐渐奉山为神，寄希望于山神能护佑平安，赋予其无所不能的力量。随着精神信仰的深入，祭祀山岳逐渐演变为部族帝王的政治行动。黄帝时期，华夏部族联盟已成为最强大的部落联盟，其首领黄帝需要巩固势力范围，于是对归顺部族区域内有标志意义或民众敬仰的山进行封禅，以起到对被征服者安抚、对地方加强控制的目的。古代叫做封禅大典啊，这个封是报天之功，或者是叫祭天；禅实际上是祭地。封和禅是相对应的，所以史学界一致认同。轩辕皇帝曾经封过的东泰山，就是指的是今天的宜山，同时他禅的是崙曲的稷山。史学界对封宜山、禅稷山的历史依据，来自于司马迁的史学著作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记载，公肃代曰：黄帝时虽封泰山，然封后封据岐伯，令黄帝封东泰山、禅梵山，合服，然后不死焉。而东泰山即宜山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黄帝是华夏族的首领，他来自于纪姓，封姓国华夏族一个大的族是封姓族，他的首领封后和封国的首领封据，还有皇帝的老师岐伯，让皇帝封完泰山以后，再封宜山、禅、稷山，梵山就是咱们的稷山。在征服东夷部落后，皇帝以胜利者的姿态封禅，宣告天下神山易主，宜山也随之成为宣示皇权的标志之一。之后有文献记载的便是舜帝赵州封山的说法。《尚书舜典》中记载，赵十又2州，封十又2山，郡川。按照上述记载，舜为青州封的就是宜山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么就是有了这些山镇和爱都，天下就安定，是这么样。它也是从这个宗教层面上，它有一种非常合理的一种布局。巍巍宜山，高拔接天。自古以来，历代帝王都对宜山推崇备至。汉武帝刘彻曾亲临宜山，令礼官祀之。历朝历代，朝廷谕记不断。告祀之时，岁时不绝，有时1年之内多达数次。直到隋开皇14年，形成统一而规范的祭祀制度。隋文帝杨坚下旨，诏封东镇宜山，南镇会稽山，北镇伊乌驴山，冀州镇霍山，并就山立祠。人类啊，在从古代走向这个现代文明的这个漫长岁月当中啊，由对大山的这个图腾崇拜啊，继至于这个山形崇拜啊，到这个镇山崇拜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这个演化过程。那么以朝廷为代表的统治者，基于对统治秩序维护的需要，借助于对镇山的这个登封诏祭宣示其治权的覆盖范围，神化其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同时呢，了解民情，安抚民心体现这个忧国忧民的这个情怀。那么在客观上呢，起到了这个缓和阶级矛盾、化解社会危机的这个一定作用。那么对普通百姓而言呢，
镇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感激之情。他们崇拜镇山，祭祀镇山，那么镇山文化呢，也在这一过程当中呢应运产生。保证俺的小孙女好，身体旺壮。把这材料和人力上发的那东西老也是。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宜山东镇庙，如今仍香客不断。千百年来，人们来此祈亲人安康，也祈国泰民安。我的真经年一边抱着那乐飞那考状元，我的那真经两边抱着那山东太平年。保佑的全中国都好哈，都好太好，保佑的山东平平安安，风调雨顺哈。你这就是我们这个东镇就是宜山神，宜山神有没有啊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没有的问题，我们这一方水土，它给我们带来了一切，那么我们就要尊敬它，就要祭祀它。那么为什么要祭祀？祭祀的意义在哪里？我当然不是搞迷信，就是为了树立中华民族的一种共同信仰，在内心中生发爱和敬，那么我们才能更好的做好现在的一切。每年春季，宜山东镇庙内都会举办规模宏大的祀山仪式，庄严有序的祀典是对古代祭祀的完美复刻，也向人们展示着中国古代礼仪的神圣魅力。自唐代开始，宜山东镇庙的祭祀便列入国家祀典，每年一次，成为常祭。无论朝堂亦或是百姓，都以祭祀的方式祈求国泰民安。镇山文化累年积淀，镇山之首地位逐步稳固。史书记载，唐贞观10年，太宗首次敕封宜山爵位，曰东安公。这时宜山之神第一次拥有朝廷封号。天宝10年，唐玄宗加封东安公，进一步重申和加强了作为国家东部镇山在朝廷礼制体系中的地位。唐代开启了帝王册封宜山的先河，同时以派遣官员代皇帝致祭的形式也盛行开来。遣官代祀主要有2部分内容，一个是于午交迎契日祭祀镇山，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其他大事临时遣官祭祀。除了这个春夏秋冬之外，那我们还有呢，就是这个五行的里头的，比如像青赤黄白黑就是在五行里头的这5地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立春立夏包括像立秋、立冬等等，就是在这些的节日里头会有一个就是祭祀会有一个这种改变。你比如说在这个立春的时候，那就祭祀东路的这些，包括东岳、东镇、东海。那等到这个夏天的时候，就是立夏的时候，会祭祀就是南岳、南镇、南海就是依次类推。那么之后呢，从隋唐时期，尤其是唐代确定了这个祭祀的这个时间以后呢，基本上后世没有发生变化。镇山的午交迎契日之所以开始于唐代，并非偶然。唐代是4大镇山向5大镇山转变的重要时期，也是岳镇海渎的山川祭祀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。5大镇山的形成，使午交迎契日与5方镇山有了具体的对应，合于5行之说与现实的镇山祭祀制度便应运而生。这个东南西北方位的重视，我理解它的背后就是与这种4时的变化密切联系的。
古代这个农业社会啊，非常重视这个农耕这种收成，需要观象授时。这个五岳五镇的形成啊，它背后也有这种五行以及天时因素的一种思想在里头，当然还有一些天神的一些崇拜宗教思想在里头，所以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套思想文化体系。到宋金时期，宜山屡次被册封，宋真宗封东镇宜山为东安王，使东镇宜山之神的爵位更进了一级。此后，宋仁宗、徽宗沿袭祖制，颁旨加封。据《宋史》卷120志第55记载，徽宗政和3年，诏封五镇为王。作为镇山祭祀文化的重要佐证，东镇庙内至今在院落中心保存着完好的宋代祭台。这就是东镇庙大殿的古祭台。这种古祭台的构建形式啊，叫锁顶栏板，也是宋朝标志性的一个构建形式，应该是目前全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宋代的古祭台。这种构建形式吧，叫锁顶栏板。我们所看到的吧，是一个柱子，柱子后面吧，应该是一块板子，也就是用土的重力压这个板子。我们看到前面台阶这一部分啊，应该是没有的，也是后来我们为了便于行走加这一块台阶。也就是说，宋代的这个古祭台吧，前边是没有踏步的，啊，仅仅是一个完整这个古祭台。我们其他的行人啊，其他的官员啊，是从两侧进入这个古祭台的，所以说这种构建形式啊，非常的独特。何健是一名文物扫描工程师，他正在为宜山东镇庙内的石碑建立电子3维档案。利用手持扫描仪以获取碑体高清纹理数据。在何健看来，这项工作不仅利于文物保护，还为文物的数字化、虚拟化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。东镇庙碑刻所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，将会在全新手段的利用下，唤醒人们的历史和文化认同。怎么说呢？就感觉看这些文物啊，看这些文物，基本上那种感觉，中国文物的怎么说，历史的博大精深。位于宜山东镇庙古祭台西侧玉碑亭中的元大德碑，为大德2年元成宗诏封五镇圣旨碑，是东镇庙现存4座玉碑中最古老的一座。碑身正面用汉文和蒙古巴斯巴文2种文字记录了朝廷加封宜山、寻求安邦定国的盛况，背面记载了朝廷来此祭祀祈祷风调雨顺的情况。历经700多年的风霜洗礼，元大德碑依然以雄浑健硕的姿态示人。如果东镇是帝王君主仗响皇天后土的威慑，那么东安则是黎民百姓寓意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镇者安也，镇安国境也。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，也就是说镇山有安定的寓意，所以历史上在宜山周边带有安的形式区划特别多。比如说东安郡、东安县、安平县、安丘县、长安县、乐安县、西安县等等，如此多的带安的形式区划，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。承载着最朴实的期盼，人们以安为名，加之地方属性，这些寄托着生存价值观的名字流逝至今。对于安的追求，深深根植在中华文明的哲思中。这种和谐观，不仅是外在形式的和平共处，更是内在心灵的希冀与满足。这种文化品格造就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底色。所以齐鲁文化它实际上看起来是一个区域文化，它继承了数千年以前的文化。就像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的手里，因此他的思想经过大家的相互激荡，或者经过选择，又选择了儒家文化，影响了他以后数千年的中国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东镇庙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国运兴衰。
历代皇帝遣使代祭，每祭必碑。至清末已累计有大小碑碣360余座，形成规模宏伟、气势壮观的东镇碑林。这些碑刻是宜山文化宝贵的实物载体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。明代的大明诏旨碑标志着全国的月镇海渎祭祀神号发生了重大改变，不再以前朝对山水之神崇嘉的神号作为祀神的标准，而是选择去除神号，以山水本名作为神号去祭祀，从根本上改变了祭祀神灵的方式。封建国家体制之下的镇山文化已不再是单纯的山川崇拜，它被注入了国家礼制的内核。《礼记》中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，礼有5经，莫重于祭。礼本来是我国古代逐渐发展和形成的有关祭天、祀祖、区分尊卑上下和维护宗法制度的一套仪节制度和行为规范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。以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。那么弘扬传统文化其实就是这个寻找我们的根脉，是吧？总书记讲4个讲清楚，讲清楚今天的中国历史，中国的延续。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要走自己的路，是吧？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当中汲取力量。那么近代以来，我们遭到了太多的屈辱，所以对传统文化我们可以说有些疏远。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，那么其实在不断的是吧，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。所以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它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。那么如果说这2次结合或者理论飞跃，把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，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人民要强起来。那么要强起来，就必须和传统文化结合，这就是第2个结合，是吧？总书记特别强调，是吧？第2个结合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。如果说18大以来的前10年重点是讲清楚的话，那么20大以后要做扎实。讲清楚就是我们要弄明白，是吧？弄明白就是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。那么这个我们要做扎实呢，就是在自信的基础上，是吧？搞好我们的文化建设。2022年，中国5镇联合申报自然和文化遗产战略合作协议的正式签订，填补了我国世界遗产名录上的此类空白，标志着以东镇宜山为首的中国5镇正式开启联合申报世界遗产之路。镇山文化是华夏山岳祭祀、祭望社稷安邦的主要载体，毫无间断地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，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人文传统，深度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和信仰体系。5镇的这个祭祀传统有很重要的这个历史考古和遗产的价值。首先，它是见证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，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坐标，标示了中国的疆域和文化的这个边界。所以在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，各个地方地域的这个圣山的崇拜都走到了一个国家层面上来，形成了5镇，这是5座山所以它还是很重要、很关键的。另外一个，它是东方的一种崇拜信仰的传统，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圣山崇拜的传统，而这个5镇和5岳一样，是我们东方的中国的儒教国家的信仰体系，所以从圣山崇拜这个角度来讲，它也是有全球性的意义的。山是一个国家的精神，山是一个民族的品格。
虽然祭祀封禅原本的意义已经随着时光的流转悄然消散，但宜山还是矗立在那里。我们仰望它，不单纯因为它曾经的辉煌，还因为它是齐鲁文明的象征，民族品格的脊梁。从月镇海渎的国家祭祀体系到齐鲁礼文化精神内核，宜山文化深深扎根于华夏文明的土壤，历经沧桑，屹立东方。